当所有人都盯着英伟达820亿的完美财报狂欢，但我却在这份财报里看到了一台即将失控的抽水机。这可能是过去2年华尔街隐藏的最深的一个秘密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彻底看懂英伟达到底是怎么从一个普通的卖芯片的硬件公司，一步步变成了操控整个 AI 产业链的超级庄家。你会发现，那份被所有媒体吹上天的财报里，藏着一个几乎所有人都忽略了的致命破绽。你会明白，现在市场上吵得不可开交的 AI 泡沫争论，核心到底在争什么？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你在关注 AI 相关的行业或者投资，你会知道接下来最应该盯着哪个指标，以及应该避开哪些最容易被表象迷惑的坑。现在你可以先在评论区留个言，你觉得英伟达现在的股价是实至名归的产业王者，还是已经吹到了随时会破的巨大泡沫？不用急着下结论，等你看完整个视频再回来修改你的答案也不迟。你想想，过去这半年，你是不是刷到过无数篇唱衰 AI 的文章？几乎所有的财经博主都在说 AI 算力已经严重过剩了，英伟达的 H100马上就要卖不动了，空头已经磨刀霍霍，就等着英伟达财报暴雷，然后一把做空赚翻。甚至还有人说 AI 就是下一个元宇宙，热度一过就会一地鸡毛。结果呢，英伟达直接甩出了一份让所有人都哑口无言的财报。本季度收入81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85%。下一季度的收入指引直接给到了910亿美元，比市场预期的还要高约40亿。不仅如此，英伟达还宣布将季度分红提高24倍，从每股0.01美元至0.25美元，同时推出了一项高达800亿美元的新增股票回购授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英伟达要拿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全年 GDP 的钱来买自己的股票。更打脸那些看空者的是，所有人都在说算力过剩，结果英伟达的芯片租金不仅没跌，反而还在涨。最新的数据显示 ，H100的租金在过去一个季度又涨了20%，就连上一代的R00租金也涨了15%，而且英伟达的产能已经被锁死到了2026年。现在你想下单买 H100，至少要等半年以上才能拿到货。你看，所有的数据都在指向同一个结论：英伟达就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公司。AI 的需求还在爆炸式增长，那些说 AI 泡沫的人都是在胡说八道。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？这么一份看起来无懈可击，甚至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完美的科技公司财报发布之后，英伟达的盘后股价居然几乎没动，不仅没涨，甚至还微微跌了一点，这就很反常了，对吧？如果是任何一家其他公司拿出这样的财报，股价至少要涨10%以上。为什么到了英伟达这里，市场反而一点反应都没有？难道华尔街的人都傻了吗？还是说他们在这份所有人都只看到亮点的财报里，看到了一些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？没错，他们确实看到了，而且他们看到的那个东西，足以让所有现在还在疯狂追捧英伟达的人背后冒一身冷汗。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？这么一份看起来无懈可击的财报发布之后，英伟达的盘后股价居然几乎没动。市场真正关注的隐忧其实是增长结构的分化。本季度整体环比增长20%，但核心的超大规模云客户环比增速仅为12%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20%的环比增速已经很厉害了啊，很多公司一年都涨不了20%。为什么市场会这么大惊小怪？我跟你说，对于英伟达现在这个估值来说，停止加速就等于开始死亡。你先别急着反驳我，我给你算一笔账。英伟达现在的市值是多少？超过5.3万亿美元，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。它现在的滚动市盈率是多少？约35到40倍。也就是说，按照英伟达现在每年的利润，你要持有它的股票70年才能靠分红回本。那市场为什么愿意给英伟达这么高的估值？不是因为它现在赚得多，是因为大家相信它未来会赚得更多，而且是越来越多。大家相信英伟达的增长是没有天花板的，今年赚100亿，明年就能赚200亿，后年就能赚400亿，所以才愿意用70倍的价格去买它的股票。但如果增速开始下滑呢？如果今年增长85%，明年增长50%，后年增长30%，再往后增长10%呢？那70倍的估值就完全站不住脚了。到时候别说3万亿市值，能不能保住1万亿都是个问题。这就是高估值公司的宿命，不怕你亏钱，就怕你不增长，更怕你增长得越来越慢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这个增速下滑的趋势
不是突然出现的，它其实已经持续了好几个季度了。只是所有人都被那些亮眼的同比数据给遮住了眼睛。你再看另一个更吓人的数字，英伟达的超大云客户本季度的环比增长率只有12%。这些超大云客户是谁？就是亚马逊、微软、谷歌、Meta 这些公司。他们过去是英伟达最大的买家，几乎买走了英伟达1半以上的芯片。现在连他们的采购增速都开始放缓了。你说剩下的需求还能从哪里来？这才是华尔街真正害怕的地方。他们不是害怕英伟达现在不赚钱，他们是害怕英伟达的增长故事已经讲不下去了。讲到这里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英伟达的真实价值了，那就顺手点个赞，说明你已经抓到了这个问题最核心的地方。那问题来了，英伟达自己肯定也知道这个问题，他肯定也知道，一旦增速下滑，自己的估值就会崩塌。那他会坐以待毙吗？当然不会。黄仁勋是什么人？他是这个时代最精明的商人之一，他早就已经布好了一个局，一个足以让整个 AI 产业链都为它的增长买单的局。想要看懂这个局，你不能只看英伟达的财报，你要跟着钱走，去看英伟达的13F 持仓文件，去看他过去1年都把钱投到了哪里。当你真的去看了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让你毛骨悚然的事实：英伟达早就已经不是一个卖芯片的公司了，它现在是一个手握数万亿美元筹码的投资巨鳄，而且它的每一笔投资都只有一个目的，给自己创造芯片需求。我给你举几个例子，你就明白了。第一个例子，英伟达花了50亿美元买下了它的老对手英特尔4%的股权。你想想，英伟达和英特尔是什么关系？过去几十年，他们一直是芯片行业的死对头。英特尔做梦都想把英伟达干掉，自己垄断 AI 芯片市场。现在英伟达居然反过来投资英特尔，这不是养虎为患吗？但你再往深想一层，就知道黄仁勋这步棋有多狠了。现在英伟达的芯片几乎全部都是由台积电代工的，台积电一家掌握了英伟达的命脉。如果台积电哪天产能出了问题，或者因为某些原因不能给英伟达供货了，那英伟达立刻就会瘫痪。所以英伟达必须给自己找一个备胎，而全世界除了台积电之外，唯一有能力代工先进制程芯片的就只有英特尔了。英伟达投资英特尔不是为了帮英特尔发展，而是为了让英特尔帮自己代工芯片。这样一来，他就不用再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台积电一个篮子里了，而且他还能通过持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英特尔的决策，让英特尔不至于真的成为自己的威胁。你看，这哪里是投资，这分明是花钱买了一条后路。第二个例子，也是最能体现英伟达庄家思维的例子，他投资了一家叫做 CoreWeave 的公司。CoreWeave 是什么公司？它是一个云服务商，专门做 AI 算力租赁的。说白了，它就是一个算力房东。他从英伟达那里买芯片，然后把芯片的算力租给那些需要训练大模型的公司。那英伟达是怎么和 CoreWeave 合作的呢？首先，英伟达出钱投资 CoreWeave， 成为了 CoreWeave 的大股东。然后 CoreWeave 拿到英伟达的投资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从英伟达那里买大量的 H100芯片。接着，英伟达又把自己的很多客户介绍给 CoreWeave， 让他们从 CoreWeave 那里租算力，甚至连英伟达自己有时候都会从 CoreWeave 那里租算力来做内部研发。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问题？英伟达出钱给 CoreWeave，让 CoreWeave 买自己的芯片，然后英伟达再把自己的客户介绍给 CoreWeave， 让客户给 CoreWeave 付钱，最后 CoreWeave 赚了钱再分给作为大股东的英伟达。这一圈下来，钱从英伟达的口袋里出去，转了一圈，又回到了英伟达的口袋里。但英伟达的财报上却多了一笔芯片销售收入，这还不是最绝的。最绝的是，英伟达还帮 CoreWeave 从银行贷款，因为有英伟达这个大股东背书，银行愿意给 CoreWeave 贷几十亿美元，然后 CoreWeave 拿着这些贷款再去买更多的英伟达芯片。你想想，这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英伟达用自己的信用做担保，让银行借钱给 CoreWeave， 然后 CoreWeave 用这些钱来买英伟达的产品。英伟达不用自己花1分钱就能凭空创造出几十亿美元的销售额，这操作你说神不神？但这还只是英伟达整个布局的冰山一角，更疯狂的还在后面。英伟达现在几乎买遍了全世界所有的顶级大模型公司。OpenAI 他投了马斯克的 xAI， 他投了 Anthropic， 他投了 Inflectionai， 他也投了。
只要是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大模型公司，背后几乎都有英伟达的影子。而且英伟达的投资逻辑非常简单粗暴，我不管你这个大模型最后能不能成功，我也不管你和其他公司的竞争谁输谁赢，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儿，你所有的芯片都必须从我这里买。这就像什么？这就像你开了一个赌场，你不关心哪个赌徒最后能赢钱，你只要保证所有的赌徒都在你的赌场里玩，所有的筹码都用你家的，你就能永远稳赚不赔。英伟达现在就是这个赌场的老板，整个 AI 行业就是他的赌场，所有的大模型公司都是在他的赌场里赌博的赌徒，无论最后谁赢了，都要给他交抽水费。我第一次看到英伟达这个投资版图的时候，真的被震惊到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家公司能把整个产业链控制得这么死。它不仅控制了上游的芯片生产，还控制了中游的算力租赁，甚至还控制了下游的所有应用公司。整个 AI 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，所有的钱最后都会流进英伟达的口袋里。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这个模式真的能一直持续下去吗？英伟达现在做的这一切，本质上都是在造需求。它不是在满足市场上已经存在的需求，而是在用自己的钱硬生生地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需求。他出钱投资 AI 公司，AI 公司拿他的钱买他的芯片，然后英伟达的财报好看了，股价涨了，他就可以用更高的股价去融资，再去投资更多的 AI 公司，更多的 AI 公司再买更多的英伟达芯片，英伟达的财报就更好看，股价就涨得更高，这看起来是一个完美的良性循环。对吧？很多人把这个叫做英伟达飞轮，他们说这个飞轮一旦转起来，就永远不会停下来。但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永远转下去的飞轮，所有的循环都有断裂的那一天，而且这个循环和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的那个循环几乎一模一样。你知道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是怎么吹起来的吗？当时最火的公司是那些电信设备商，比如思科、北电网络。他们当时的逻辑和现在的英伟达一模一样。当时所有人都相信互联网会改变世界，未来所有的公司都需要宽带，都需要电信设备，所以电信设备商的股价涨得飞起，估值高得离谱。但很快，电信设备商就发现市场的需求跟不上他们的增长速度，怎么办呢？他们想出了一个天才的办法，自己借钱给运营商，让运营商买自己的设备。电信设备商给运营商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。运营商拿着这些贷款买电信设备商的设备，然后电信设备商的财报就好看了，股价就涨了，然后他们就可以融更多的钱，再借给更多的运营商。这个循环转了好几年，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商业模式。直到2000年泡沫破裂了，运营商发现自己根本赚不到足够的钱来偿还贷款，于是纷纷破产。电信设备商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，坏账堆积如山，股价一落千丈。北电网络直接破产，思科的股价跌了90%，花了整整20年才回到原来的高点。你现在再回头看英伟达的模式，是不是和当年的电信设备商如出一辙？当年是电信设备商借钱给运营商买自己的设备，现在是英伟达投资给 AI 公司买自己的芯片。当年所有人都相信互联网会改变世界，现在所有人都相信 AI 会改变世界。当年电信设备商的估值高得离谱，现在英伟达的估值也高得离谱，甚至连很多细节都一模一样。当年思科的 CEO 钱伯斯被称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CEO， 和现在的黄仁勋一样被捧上了神坛。当年所有人都说思科的增长没有天花板，和现在所有人说英伟达的增长没有天花板一模一样。有一个年轻的做空者叫做 Leopold， 他最近因为做空英伟达而名声大噪。他说的一句话我非常认同，英伟达现在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一种自融资骗局，他用自己的钱创造需求，然后用这个虚假的需求来支撑自己的高估值。当然，我不是说英伟达一定会重蹈思科的覆辙，AI确实是一个比互联网更大的革命，它的潜力确实是无限的。但问题是，现在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真实需求的增长速度？现在有多少 AI 公司是真的靠自己的业务赚钱的？绝大多数 AI 公司现在都还在烧钱阶段，他们烧的钱大部分都来自于风险投资，而其中很大一部分又间接来自于英伟达。如果有一天市场不再愿意给 AI 公司投钱了，或者英伟达的股价开始下跌，没有办法再融到足够的钱去投资这些 AI 公司了，那这些 AI 公司还能有钱买英伟达的芯片吗？到那个时候，英伟达的这个飞轮还能转得下去吗？这就是现在整个市场争论的核心。多头说，
这是一个良性的产业飞轮 ，AI 的真实需求会慢慢跟上来，最终消化掉所有的产能。空头说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泡沫，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没有任何区别，迟早会破裂。那到底谁是对的？其实现在没有人知道答案，包括黄仁勋自己可能也不知道。但有一个指标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季度里给出最终的答案，那个指标就是英伟达下一个季度的环比增长率。如果下一个季度英伟达的环比增长率能够重新回到15%以上，甚至回到20%，那就说明真实的需求确实跟上来了。英伟达的这个飞轮是健康的，它的高估值是有支撑的。但如果下一个季度英伟达的环比增长率继续下滑，掉到10%以下，甚至更低，那就说明这个由英伟达自己创造出来的需求泡沫已经开始破裂了。到时候3万亿美元的市值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蒸发掉一半，甚至更多。现在距离英伟达下一次发布财报还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这3个月将会是决定整个 AI 产业命运的3个月，也是决定数万亿美元财富重新分配的3个月。现在你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，你觉得英伟达现在的这个模式是一个能够持续下去的产业奇迹，还是一个随时会破裂的巨大泡沫？把你的判断和你最核心的理由写在评论区，我们来打一个赌，看看3个月之后谁会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入拆解商业逻辑，不被表面现象迷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后面我还会继续拆解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，其实背后藏着很多秘密的大公司，带你看到商业世界最真实的样子。最后跟大家说一句，今天的内容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所有涉及到投资的决策，都请你自己做好充分的研究，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，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来判断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